哪个是他？穿黑衣服的。哦，中间那个是吧？好。你怎么又来了？他打报名热线求助到我们下。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间要跟我闹分手，我真的不让你再还下去。干嘛呀？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请你为突然离开我做一个合理的解释。整个的片段看下来都是支离破碎的，但是里面又透露出了很多的信息。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27岁，来自河北，职业是公关，学历是大专；女主人公24岁，来自西安，是人事助理，学历本科。来，有请两位。两位怎么认识的呢？我们在火车上认识的。火车上。是10年底吧，我去西安朋友那里玩啊，回京的路上在火车上，我有座，然后他一直站在我的就是座旁边，我就给他让了座。临下车的时候，留了电话号码和 QQ 号。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人特别好，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联系，我有感冒了干嘛生病了，他总会去关心我，所以我觉得这么好一个男孩，我要去把握他。我也觉得他肯定也是因为喜欢我才会给我让座位或干嘛的。后来我们就这么好了。你们俩什么时候确立了这种恋爱关系的呢？就是留过电话号码，2个月之后才确立的关系。不过是我先向人家表白的。你是怎么表达的？我就说我觉得你个人挺不错的，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交往一下，他就答应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时间他突然间就变成那样，不理我，就是无理取闹。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做错啊。当时就是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啊，一开始还很好，可能了解不深吧。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对他身上一些习惯我特别接受不了啊，比如说。我特别讨厌，就是对方不接电话，或者就是发短信不回。但是我给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他不是电话打不通，要不就是无人接，或者很忙，打完了挂2句就挂了。我发个短信去，很长时间才回过来，或者就是有时候就不回。这种感觉让我感觉我几乎没有存在的那种感觉。我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有时候我爸爸打电话也找不到我，我可能会忘记带手机啊，手机调震动了，放在哪个桌子上忘记了，等我看见了，或者再去练一下歌，然后我又忘记了。我说我不喜欢这样，他说他能改，但是他一直没有改过来。我觉得咱没有必要再持续下去。不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分手的原因，好不好？就因为你们俩就2个人非得要整天就是缠绵在一起，那才叫做爱情吗？我觉得这是一对正常情侣必须正常的行为。还有平时他喜欢唱歌啊，他晚上唱歌都回去很晚啊，然后我作息时间很规律，我不喜欢他回来很晚啊。还有的时候甚至更恶劣，他晚上几乎就不回来了。难道就因为我喜欢唱歌，然后偶尔把它当兴趣出去跟朋友在一起不可以吗？他唱歌很疯狂，在什么地方都唱，大街上也唱。然后就是等特殊也唱，我就唱，不是这种我特别不喜欢那种，就在公共场合你那种行为很让人一起注意那种，我特别不喜欢。我觉得咱俩就是2个世界的人，你明白吗？我不明白，我觉得你说这些理由都很牵强，好不好？你练唱歌也好，我不知道你这些你练什么也好，你只沉浸在你的世界里。我觉得你很幼稚，而且我认为你很不正常，你懂吗？咱们就是2个世界的人，不在一个频率上。我觉得你很爱我啊。那当初你要是不爱我的话，你干嘛每次就是什么新电影上来之后，你都要计划着和我一起去看电影，然后那个你不喜欢做什么，就旋转木马那些是游乐园那些幼稚的东西，可是你愿意陪我一起去，难道很多东西都可以划分成过去吗？我现在感觉他根本就不理解我的这种思维模式。你那个明确的跟他提到过分手吗？提到过。什么时候？10年10月份。不是那个时候他提分手，那闹着玩的。我当时其实很正式，我当时我觉得咱们不合适，咱们分手吧。但是他认为我闹着玩，我觉得就是他根本就不理解我。你能明白吗？不是，可是后来你对我还是很好啊。那次我脚崴了之后，他把我背回家，然后帮我一起给我敷脚，然后那个人说以后你要小心，不要这样子让我担心。那你为什么要说不让你担心啊？我死活关你什么事情啊？就证明你爱我好不好？你今天来就是让我们这些专家帮你把他给劝回去的是吧？是的。你还爱他吗？我爱他。他要就是今天我们劝不回去他，你能接受这个分手的现实吗？我觉得不可能吧。
但是我觉得，假如他真的不想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也不会就阻拦他的幸福，因为我希望他快乐。来，专家老师，今天题看起来挺简单的，真解开还真的很难。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孩朋友问一下，你如何来评价你自己？比如说我的优点、我的缺点啊，或者说，比如打个比方，我长得怎么样？我觉得我是一个积极向上、很乐观，我愿意用我的快乐去感染身边的人，而且我愿意用我的那种就是很快乐的爱去爱我的人，而不是说我要整天去纠缠你，然后那个但是那只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他并不知道对方是否需要。稍等啊，我听他说完。你喜欢唱歌，你歌唱的好不好听？我觉得我唱歌还可以吧，但是我觉得那是一种兴趣。OK， 好。第二个问题，比如说你对自己长相评价什么样？我觉得挺好的。她非常自信，有一点，我发现她的自信，也包括跟她男朋友的沟通和我们之间的沟通有些脱节。这个脱节说明她对自己的认识以及和客观现实的认识有些距离和差距。我觉得你们不能这么讲，愿意给一个人快乐，那才是真正的幸福啊！快乐和幸福你能感受到，但我说的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或多或少都会有偏差。比如说，我刚考完一次试，我对自己的能力的评分是90分，但是分数拿出来以后发现才70分，说明我对自己的判断是有误差的。而每个人都有误差，或多或少。我觉得每个人即使是有误差，但是我觉得我误差值也不会那么大。我不会判断一个人就是他爱不爱我。你既然判断错了，赵传老师为什么说比较难？就算你不爱我，你不可能跟我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吧？我的建议就是，因为我们还年轻，要逐渐来认识这个社会。那么评判的标准不能仅仅是自我认识。我建议以后你多听听其他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如说，你跟男朋友有感情问题，和你的闺蜜问一下，哎，你觉得男朋友还爱不爱我？而不是自己我认为他就爱我，根本就没分手，还爱得我死去活来，就是不好意思跟我讲，他是拒绝我，就是考验我。但实际上他不是那么认为。不是啊，我觉得有时候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并不是由别人去决定的，是由自己决定的。对啊，是由自己的内心决定的。其他人可以参考。我想问你之前谈过恋爱吗？上大学还有就是初中的时候，只是暗恋过别人，暗恋过别人，所以就是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算是就一起相处的。难怪了，他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接触过恋爱，他不知道什么叫恋爱。你说爸爸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不接，然后爸爸在跟你说什么的时候也可以，你一直在拿爸爸的标准去要求他。其实这是很多没有谈过恋爱或者说没有恋爱经验的女孩的一种通病。你会觉得说我对爸爸做的事情我对他做有什么不可以，你觉得都是男人都是可以共用的，对不对？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不是的，我当然没有说是把他像我爸爸一样去看待，而是我觉得感情之间没有必要就整天纠缠在一起。人家不是说要是整天黏在一起就会分手吗？所以我没有跟你黏在一起啊，我把距离拉了一点点。哎，这个其实是我最担心的一点。按一般的这个常理来看啊，这个女孩要是爱上男人的时候，就会特别希望天天跟他守一块儿，就说一会儿不见我都想得慌。但是你错没关系，我们分得远远的不要紧，只要心里有彼此。其实你从来都没有意识到你在跟谁谈恋爱，但是他却跟我在一起啊。甚至你欠缺了最重要的一课，认识自己，认识你身边的爱人。你还真别说，这个男人就是特别爱我，他只是自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傻的男人啊！他想要爱一个女人的话，他会想要跟你在一起，而不是想要跟你分开。不是啊，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暂时的分开而已，并不是说是永远要跟我分开啊。你现在爱他吗？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我个人感觉是这样。萧伯纳有一句话非常适合你：人生有2出悲剧，一个是踌躇满志，一个是万念俱灰。其实当你和3位老师对话的时候，我早就放弃了去棒喝你的想法，因为根本没有作用。在以前做新闻采访节目的过程当中，我碰到过2、3个跟你类似的女孩，有一个记忆非常深刻。然后有一个女孩说：“我也要做超级女声，我唱歌可好听了。”然后我们就采访她。
当时在采访的时候，他是花50块钱租了一个很破很旧、一股霉味的那个屋子啊。我们进去采访的时候，觉得特别心酸，你知道吗？那个被子是霉的，吃什么呢？自己中午就拿点萝卜，煮着吃，但是非常爱唱歌。涂老师，我给你唱歌，我还自己作曲呢，我做了50多首，从头唱到尾。我从最开始的笑他幼稚，笑他不自量力，到后来我慢慢的觉得特别的悲伤。我的悲伤指的是什么呢？天才和疯子就是一念之差。我们在笑他，说他不自量力，说他活在自己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反观一下自己活得有多累，真的很累。而他很快乐，虽然他过得很苦，他很快乐，他时时刻刻充满了希望，跟你想的是一样的。我要用快乐去传播给每一个人。后来我想一想，这样的生活方式也没什么。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有一些不太正常的东西。不是，我觉得老师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规定了什么是正常的和什么不是正常的。我只是希望我快乐一点，我身边人快乐点，我只是为了一个兴趣。你明白错了我的意思。人，它是一个复变函数，同时它又是社会的一个单元。你快乐当然没有问题，我们当然希望看到你快乐，但是你的快乐，如果有的时候和别人在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给别人以一种非常反感的行为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看看自己？一个你那么挚爱的一个男人，他现在对你的评价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去评价你？他为什么要伤害你？他跟你又无冤无仇，他只是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我觉得他之所以会那么讲，我不知道他会因为什么。我最大原因，我觉得他肯定是因为别人在说他，然后对我就会有偏见。别人说他自己高不高兴、快不快乐，他自己不知道。难道那个以前那些你告诉我那些东西，都是骗人的吗？我不知道，就是我做过那些东西，可能就让别人觉得不正常，是很傻。我愿意为了你学我不会做的事情，可是你就不能为了我去接受我生命当中一些东西，可以吗？这个感情不是，你别跟他讲道理。就是我们现在无法交流，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曾经爱过，他现在不再爱你，能接受吗？他曾经很爱你啊，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不再爱你，可以接受吗？或者愿意试图去接受吗？我祝他幸福。不过我不希望我在内心当中是那个不正常，认为我是一个比较疯的人。这个其实都不重要了。这个时候可能他是最需要朋友的时候，我们听听朋友的意见，一起进入旁观者听。在来节目之前，我作为他的朋友，我希望他幸福。我之前是一直希望他两个能和好。但是今天来到现场，我也觉得离开他吧。你是一个公主，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王子在等你。可是他说你要跟我一辈子走下去，你还说你当保护伞。可你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难道别人说你一两句，你就会因为别人流言蜚语把我们之间感情破坏吗？他平常是怎么跟你描述他们之间的情感的？他给我聊的都是他的好，然后为他学做饭。其实他为他也改变了很多，所以我不是只是在做梦，好不好？我也因为你做很多事情，好不好？你为什么总是感觉不到呢？你为什么一直感觉不到呢？姑娘，这个爱啊，有的时候它讲究互动。有些人你为他做了很多事情，他感觉不到；有些人你就稍微为他做一点事情，他那种感觉特别的好。那你现在可以清晰的判断出来你们俩现在是一种什么状态吗，姑娘？我觉得他可能现在有一点厌恶我。不是他，你自己感觉你们俩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分手情侣，分手边缘的情侣，正在闹矛盾的情侣，3选1。正在闹矛盾吧？正在闹矛盾的，还是没有接受分手这个事实呢？啊，你这样吧，现在冷冷静静的想一想刚才所有老师说的话，
在这个现场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你是不正常的。我觉得你那个朋友对你的总结特别好，你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很快乐的人。那现在我们就要面对一段感情，这个感情可能我们就是抓不住了，我们怎么去面对？要面对这个现实，而不是躲。你说对吗？好，想清楚，双方做一个非常珍贵的表白，因为这段表白结束之后，也许预示着你们往前走，也许就意味着你们就此就变成了普通朋友或是陌路。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想把那个时候你给我唱的那首童话，我唱给你，就算你今天要跟我分，我也接受。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一起过我们的结局。我希望你不要因为一些很小的矛盾，就把我们之间的爱情不顾了。对不起，时间到了。两个人的爱情感觉很重要。